我是法华经小小探险家欢欢。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法华经的第6个譬喻——计中明珠。大家还记得上一集的贫人细珠吗？穷人因喝醉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友人把无价宝珠缝在自己的衣服里，辗转一圈，直到2人再次重逢才知道啊。无论如何，穷人知道了以后，还是感到万分欣喜。那这一集的计中明珠又和贫人细珠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从前，印度有一位转轮圣王，凭着自己的福德威力，收服周边小国。对于卓有战功的士兵，圣王都会赐予田地、住宅或种种珍宝，以表示奖赏。唯独圣王画技中的明珠，从来不赐予任何人。如果圣王把头顶这颗稀有的明珠赏赐于他人，家臣们一定会感到很惊讶。之后，见到立下大功勋的士兵，喜不自禁地赐予明珠。到底这个譬喻是要表达些什么呢？其实这个譬喻是想说出法华经是何其伟大，是难得遇上的教导啊！如果转轮圣王不愿把明珠赏赐给任何人，这表示世尊将继续宣说而前传教，不会说出法华经这真实的教导。据说这位转轮圣王是印度的理想之王，他握有一种看似车轮的武器，名叫轮宝。听说呀，只要转动轮宝，便能除恶，统治一国。这个轮宝也被誉为战车的车轮，还可以当成投掷敌阵的武器。在《法华经》里的这个譬喻要教导的是，王能转轮宝，那佛能转法轮。如果要说轮宝是武器，也就是应能的意思，那么法轮就是靠言论产生力量的最佳暖能。佛法原本是讲求自由对话的宗教，因以对话、言论这无形武器为和平而战，所以要一人告诉一人，从此处传到彼处，一国传达一国，不断地推动法轮，自由自在地弘扬。然而对恶则一定要以破折精神挺身而出，这是佛的战斗。车轮也可以比喻佛教思想。佛教原为开放的宗教，就如车轮转动般，经常发挥崭新的智慧，谋求解决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大家挨家挨户，孜孜不倦地鼓励他人与弘教，一个接一个地向人述说佛法。这种行动正是转法轮，也就是推广妙法到全世界的广布转轮圣王所为，福运必定永生不绝，日复一日地为社会开辟和平之道，没有比这种人生更崇高了。虽然这一集的譬喻故事非常简短，但却也是引人深思的一集。经过探究当中的意义，我也深深感受到能够以自己的声音和大家一一述说所有譬喻故事的精神和意义，就如在转法轮，在宣弘法华经的伟大。我现在的感觉真的好棒啊！下一集的譬喻也就是最后一集了，那会是什么譬喻呢？那就是良医病子譬，相信大家一定很期待吧。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